谢谢各位媒体了哈。今天当然首先还是感谢我们戚廷完先生哈。第一个，其实苗栗本来就有跟齐柏林基金会合作哈，在教育上对我们小朋友的启发哈。因为我们苗栗刚好也有山有海，但是我们有几个水库，也是水源的重要保护区哈。是，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像你们这种这个永续的教育，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哈。那当然，我想这个事情真的还是感谢你的宽宏大量。没有，谢谢县长。那其实我们跟基金会跟苗栗也算是已经合作了好一阵子了。对，我们有个叫环境台湾，然后以一间学校为单位，在做校园环境教育的推广。对，那我自己也来过苗栗很多学校做分享，像上礼拜来的苗商，还有像很可爱的学校清安国小，它就有13个学生的，很可爱，但学生反应非常好。对，我听到你夸奖我们苗栗小孩子，我真的很高兴。那为什么今天特别请钟胜来因为他现在是台湾这个生命线总会的总会长，是。然后他对这个环境的永续也好，然后他对教育好也很热心的。是。然后那位是苗栗市市长，他也市长你好，你好，欢迎各位市长来苗栗住。我觉得苗栗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是。对，希望年轻人可以来苗栗市。没问题。我们跟苗栗其实很有渊源，因为父亲在拍《看见台湾》的时候，其实里面有洪香女士，对，在湾宝，对，后龙那边，对。洪香她在我选举的时候给我很多鼓励她是一个类似叫侠客型，对，然后很阿莎利了她久久会打电话给我，因为她当然最后是身体因为生病没有办法，她那个我去送她的那一天真的我也很难过，是一个好大姐。对，真的。给人很多的启发。那我们还有共同的朋友。是，所以我今天也就是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就是说我本来只是在自己的脸书上抱怨，那因为平常自己的脸书也只有自己的朋友会看，那没想到就是有被报道出来。那我觉得就是但我很感谢县长，就是好像为我就是出一口气那种感觉。但是我也觉得就是帮处长科长说几句话，就觉得他们。就是希望县长可以帮我们重新处理，对，因为他们也确实也很辛苦，要办这个活动也确实不容易，对。当然，既然齐先讲了我们还是会经过考纪委员会了因为因为现在社会都在关注了我也不能这个太徇私当然，那钱已经求情了那当然，我想我们考纪会，那当然他们也会有所考量了我还是会尊重考纪会。当然，这个当事人他其实事情一发生，他知道事情弄成这样，他也应该是不好意思，所以他就先已经递了辞呈了那当然，辞呈现在是在人事处，还没有到我这里来。那后面的后续，我想我们会按县府的规定既然你讲话了，我想媒体又报了那些委员也听得到，那我们会有最妥适的处理的。至于科长的部分这样当然他自己也承认他有督导不周，对你很抱歉。那因为他的年纪他快退休了所以本来很多业务本来就这样，我比较喜欢在他退休前就先交棒，让他刚好利用这个时间整理一下思绪，然后交棒的人才接得上，他可以指导他。我想这样反而会让县政的运作更顺畅。一般我的习惯就这样。就像处长快退休了，我尽量不要让他做到退休，就是退休前先去当参议，然后让新的处长上来，他可以指导他。这样我想这个在业务的衔接上会更好。那中正对这个事情是表示一下。对，好，那这个部分我要特别来感谢一下我们那个齐先你的父亲，他是让我们一个非常敬重的。那我们也知道说在齐家的时候，几乎是全家在支持父亲，在做这个看见台湾的工作。我举一个例就是说，我们齐家可能就是有邀约要一起去哪边去做休闲去旅游，但是呢可能都在前一刻只是那个齐爸爸他就会打电话跟他说，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去，但是呢他们齐家都不会有任何怨言，就是全力的支持爸爸支持爸爸。这一点我要特别来赞扬我们就是做一件事情不是只有自己做，而且是家庭的支持，这是很重要的。那第二件事情呢，我也很感佩我们钟县长
他自己本身呢，他对人的这个关爱是非常强烈的。第二个，他对于土地的这一片的关爱所以呢，他在议论过程当中他对于我们的土地与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宪政的主轴的时候，都是他的主力。他对于人的心理卫生以及环境的这个维护，也都是非常的不遗余力。所以呢，这个部分跟我们的那个我们齐柏林先生他的一些想法思维都是很一致的。是。那今天我们有不幸我发现这个事件，但是从我的想法观点上来讲的话，我们允许一切的发生，所有的发生都是最好的发生。你像说成功的步道上来讲，我们可能会遇见那个4种人第一种人呢就是名师指引第二种人呢就是贵人相助，第三种人呢就是亲人的支持，第四种人就是小人的刺激，也就是我们的逆贵人所以呢，我们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感佩我们的那个7000里的宽宏大量也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相关的一些人员来做相关的一些求情。那我相信县长也会听进去那再来就是我们也感谢县长在这个区块他非常的重视所以说我们也期待这个事件之后对我们社会的影响是非常的那个良善的。那今天早上得到癌症的那个不是那个谁？陈文茜对，陈文茜，他也特别我有看到他的回忆。其实我们在我们的齐柏林先生他愿意终身奉献台湾，其实他自己本身的贷款债务各方面等等是非常庞大的，就如同我们期间的脸书上做3辈子可能都还不完，都还不完所以呢，他也愿意在持续的传承父亲的这样的遗志这个令人非常感佩。谢谢。最后一个呢，就是我自己也是有齐家的媳妇所以我非常的感同这样子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些状况。所以呢，也感谢县长也能够让我一起来这边给予我们齐先生给予跟您感谢然后对我们苗栗县的赞赏可能是齐姓人数不多，怎么我们知道姓齐的都很厉害？确实不多。都大明星、大歌星，这样子啦。你上次不是有办一个10年的摄影对巡回展？巡回展可不可以那个展的影片看那个我们跟你买看怎么样？让我播在大荧幕好不好？好，那我再跟看是处长还是跟谁？跟教育处了好不好？我们因为我这个大荧幕之前都播我的那个出去外面一些照片甚至是谈话我就跟他说这样员工看了会不舒服我就改换一点那个我看那个夏天很热，我就叫他放海洋的那个媒体其实因为我这边这个上下课时间，学生这样川流过去，因为我们都开放，让学生可以因为他们学校有时候从后面过来，从前面过去学生会经过。我想如果在那边那个定时的这个播放对学生的教育会有很好的效果。那当然，我想说，除了现在我们合作的以外已经合作的这5所学校当然本来我们海边的也跟你谈着了，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海洋联合教育这个我想这个也很重要。另外，我们教育处本来就要推因为我们苗栗有山线有海线，像我住在南庄我长很大才看过海。真的？那以前当然也是交通不便了是。当然现在小孩子不会长很大才看过海了甚至我的印象中我们毕业旅行的时候有同学没有看过火车，当然现在不会了所以我希望说山海的小孩子可以互换。就是说让海边的小孩子也要认识山林的保护，那山上的小孩子也要认识这个我们要怎么样让海洋的资源有序。我想这一点很重要，好像跟你的理念也有一点接近非常相合。对，加上我们苗栗本来就是很多水库，所以我们也是水源重要的保护区域我看你的作品里面好像有一些你们的基金会，还有一些那个绿色城市，对，还有友善农业。友善农业我们现在正在推所以跟我们苗栗非常的契合是。友善农业我们现在用15做标章就农业处在推15做标章。但是当然我有时候会跟农业部这个哀我说这个农业部是不是可以大方一点？
我们用食谱做标章，无毒无害这个有机作业的时候，如果你才补1公顷的土地1万块2万块，这样农民是了钱的，是亏钱的。等于我如果撒农药，可能我的农作物回收是十几万，结果我没有这样，剩下几万块，他本来是亏的。这个我们也在谈。透过您的力量，我想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谢谢谢总的抬爱，真的。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跟中正这么好？因为他们给我一上任的时候，他们给我的资料，我吓一跳我们苗栗县自杀比例的那个比其他县市高。这一点我就很紧张，我就叫他赶快来帮我，来看怎么样来推。像我一上任，我也发觉我们的小孩子的身高比其他县市矮2公分。所以我就规定他们现在国小，我规定他们每天一定要有那个10几分钟让小孩子跳绳。然后我们就一个人多10块钱给他吃高钙的食物，看有没有效。那当然，我想2、3年以后应该会有效了。那是不是其实也对我们苗栗看要怎么样来表示一下？对啊，其实我觉得苗栗它算是很辛苦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卡在刚好是新竹跟台中之间。那相较于新竹跟台中比较各自产业或者是特性比较鲜明的，那作为比较传统的苗栗的农业县，然后加上它是算是客家人的聚落，又在客家人在台湾其实也算是比较少数嘛。对，你看你说讲台语的时候，大家都起公台语啊，都不会讲客家话。对，因为我妈妈自己是客家人，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苗栗在很多发展上确实很辛苦。那我也很肯定县长在教育上付出，因为我们常去学校走访嘛，去演讲，那就会常听到说新的县长对我们的教育的议题很关注，很重要。对，像上次去清安国小，他们就有说他说如果说在过去可能会被废校，因为人数太少了，只有30个人不到。对，那现在他们因为县长政策的关系，他们可以继续保留，然后作为他们当地的这种，他们是不只是学校，它也是有里民生活的空间。对，所以我也很希望那未来能够继续跟县长，就是跟苗栗县有更多的合作，因为就像县长刚才讲的，就是不管是跳绳也好，还是吃高钙也好，它也不是这1、2年就会见效。对，它跟环境教育一样，它必须是4年、5年、10年。对，那我们也很期待说，县长如果认识就是苗栗的在地企业，愿意支持我们这个环境台湾的计划，对，那我们也会希望有机会透过县长来跟我们介绍引荐这样，因为我们希望是在地的企业。比如说东河钢铁或是做陶瓷的，他是在地的，他愿意支持在地的孩子，那这样也是培养永续人才的一种方式。那更重要的是，现在我之前问过去花莲嘛，就问他说你们对那种高速公路盖的想法怎么样？他说喜忧参半啊，他说盖的交通方便，当然观光客多，可是年轻人会流失更快，因为交通方便我就去台北就好了，我就不要回花莲了。那苗栗其实也算交通方便的地方，有高铁站有高速公路，那。与其改善交通环境，让人流动更快，那我觉得更重要，就是像县长讲，我们教育要扎根，让大家愿意以苗栗为荣，愿意留在苗栗，为这个地方持续做付出。对，那我也确实现在看到很多苗栗的地方创生团体在努力。对，所以其实这次机会虽然当下我是觉得很错愕，因为没想到会因为这种方式，然后被新闻报道。但是我觉得换个方式想，我们现在既有这个机会，就是直接认识到县长，然后有机会跟县长亲自见面。那相信我们在环境教育上也可以得到县长更多的那个支持跟鼓励。一定。对。这个老实说也是缘分啦那这个针对永续教育，本来就要推。没有今天这个事，我们也在推。我想教育处也有跟前接洽那这个基金会对台湾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了那苗栗县也一定会尽一份绵薄的力量，尤其我个人其实对这一方面，我觉得小孩子是有必要去认识自己的家乡跟环境不要认识全世界，如果不认识自己的家乡。对，没错。我讲这种教育是不对。然后如果从自己的家乡起步，我觉得就跟齐柏林先生一样，这个爱台湾就爱自己的故乡。我想这个才是为人的根本。因为我也常常讲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父母不孝顺，对自己的家人都不好，你对外人好那没有意义。那如果对家人好，对亲戚朋友好，那才有对社会更好。那当然就会对国家整个这个社会就会越来越好。我想这个事件真的也没想到会发展成这个不管是在新闻上，在媒体啊，在网络发生这么大的效益真的很抱歉的但是我对我们金庭环先生这个他在我脸书回应的时候，我当下看到是很感动的
说你那么有度量，真的再一次替我们的工作的伙伴哈，那个不应该的举动哈，表示再一次的不好意思了哈。不过往前看，我想苗栗真的很需要齐柏林基金会来给我们协助，看怎么样教导小孩子认识环境，然后永续经营。是。好，那最后我想说，我们就自己准备一份我爸爸的摄影机，想说到时候送给社长，对对，县长送给县长。对对对。对，感谢。我换一个，我们有 logo。对。这个要照帅一点哦。钟胜，你也站过来嘛，好不好？那个理事长也过来，好不好？这样看一下这边好吗？好。这样这边。好。换边来。好，讲中间好吗？好。好，谢谢大家。谢谢。抱歉。好。我这个没什么好东西，就涂彩而已哦哈。不过工作。要一起拍呢。这个先。好。谢谢谢谢。好，我看要跟苗栗市农会收钱了。拉广告。那我们苗栗越来越红了哈。好，谢谢。这个红枣口味还不错，而且价格不贵。哦，这个是可以持续购买去喝，这个也可以帮我们推一下。没问题。那我也再特别哈，来这边就是感谢，就是我们的那个齐田怀先生哈，他就彰显一个想法跟观念非常好，就是量大福厚。好，量大福厚。应该。那在刚刚县长有在提到说有关，就是守护珍爱生命哈。那在县长上任的时候，其实我们苗栗的自杀率是非常高的，是全国。对，我就真的，我难想象。非常高。难想象。但是经过1年的努力哈，我们的自杀率，苗栗的自杀身亡率哈，降了将近30%。哇，这个是非常，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是。我们钟县长做到了。因为我们来自企业哈，我习惯看数字。就是你不用跟我讲那么多，我们就用苗栗的数字跟全国的平均数字去做任何比较嘛，包括车祸啦，什么这个自杀啦，这个不管小孩子的身高哦，我都习惯用数字去做比较。这样的比较，我想我们就很清楚说我们的施政重点哪里需要加强。那当然苗栗真的是好山好水，真的需要永续经营，也要好好保护。是。所以需要你们的这个来给我们小孩子这个启发，我想这很重要。是啊，真的很感谢县长。再一次感谢。感谢县长。对。好，也谢谢各位媒体。哦，好。要提问。要怎样？坐着吗？坐着。好。来，问吧。想问一下，因为昨天有讲说处长他是自行处分嘛，那科长的部分好像是有记过，那承办人的话目前是已经请辞，那刚刚齐先生有就是为这3个人求情，那目前的惩处有所改变吗？应该会说调整啦，齐人都开口了哈，但是职务上我想，尤其是承办员哈，当然可以继续留下来，可是我觉得应该换比较适合他的位置哈。那我们会还是尊重考纪会的这个最后的决定。是。那我想问一下齐先生，因为那个文倩姐有提到说，当时就是接下爸爸的时候是有欠债，那个有心路历程可以稍微讲一下。没有，其实那时候我父亲刚过世的时候，因为他新的电影准备开拍嘛，那所以他也去筹集一些资金，然后加上他那时候为了工作关系有购买就是工作室这样，所以那时候刚过世的时候欠了大概6000万左右。对，那时候我一听到这个数字我就笑了，因为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大笔的钱，就我1个月生活费也才6000块而已。对，所以那时候很震惊啊。那其实那时候真的会觉得很无力。
就你也不知道未来要怎么办，然后你才刚出社会，我自己是台湾大学毕业嘛，那你当然会理所当然会认为说，台大出来应该会有一个蛮光明的前途，谁知道还没开局就已经负债了，对，好像还没开始游戏就结束了，对，所以那时候确实很紧张，那还是很感谢就是善心的企业家郭董、严董，还有文倩啊，我叫她阿姨，文倩阿姨的各种帮忙，对，她是总召集人这样去做帮忙。那后来我们也顺利的把债务处理掉，然后也把爸爸的工作室都卖掉，就偿清了债务，甚至还剩了一些钱，然后可以让爷爷跟奶奶可以就是安度晚年。对，因为尤其是爷爷奶奶这2年身体确实不是很好，就爷爷已经卧病了，要请人照顾，那奶奶就是常常会进出医院这样，所以确实这笔钱对我们来说是简直是救命钱的，对。那您在脸书上提到说，就是对于那个承办他就是自己知道彼此这个地方会太过严重，或是什么？应该说我自己，您看我那影片看我那么气，就知道我自己脾气也不好，就是我常也会讲错话，对我也很怕我会常会讲错话嘛，所以我觉得当然他如果是自己请辞的话，那当然还是像现场讲的，就是我们尊重考纪会的处理，但我确实也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大到需要请辞，可能就跟以前我在教书，学生有错啊，记个过，记个警告，然后耳提面命一下就 OK 了，对，因为其实确实当下我自己情绪也很。就是你知道常被这样讲嘛，就是一直被讲靠爸，可是家里又没有钱，就觉得我们又不像 K 董，就是家里拿了钱，他当然可以很豪爽的说，对我就靠爸。那我一直被讲说靠爸爸，但是我好像也没有拿到什么实际的好处吧，对，所以我们能够做的也只有继续宣扬爸爸的理念跟这个故事。那我相信各位如果你因为工作而被羞辱的话，你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你有拿钱。但如果你是因为坚持自己的理念跟信念而被羞辱的话，你就会觉得很难过，对。因为难过的点是你没有被谅解，你做的事情没有被看到，对，大概是这样。那今天正想问一下说，因为昨天好像事后有在现场的听众有讲说，好像承办人有一路追出去跟你道歉，但是好像被你用无资金回复。那想问一下说，方不方便还原一下当天到底事发的经过是怎么样？其实那时候真的是脑袋一片空白，所以我也不确定我当时候讲了什么。那时候好像是因为他冲出来拉我吧，所以我就很生气。就是我相信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就是都不喜欢被陌生人去触碰，尤其是各位，尤其是您是女生，应该更能够体会说，如果有个男生突然冲出来，大力抓住你的手臂，然后把你往回扯的时候，我相信当下你讲出什么话，应该都不意外了。对。好，谢谢哈。还有吗？我再问一个问题，陈文茜发文有提到，导演将看见台湾的大部分收入都买陀螺仪，那能请教说大概花了多少钱？第2颗陀螺仪好像也是2000，我记得是2000万上下啦。对，因为那陀螺仪本来就很贵。他在国外是很多，各位看那种《玩命关头》啦，或是那种飞着天空追着拍的那种片，都是他们家的器材。那我记得他1个月租金好像也是200、300万新台币，所以当初会买，是因为空中拍摄的过程中其实很容易遇到一些问题，你没办法拍。对，那再来一点是为什么要购买第2代呢？因为时间我记得没错，应该是2014还2015年的时候，15年吧。那时候我父亲买第2颗原因是因为它画质更好，它稳定度更高之外，它可以拍到6K 的画质。那其实当时我们都很不谅解，我们觉得2015年那时候 YouTube 上最高的画质应该是720吧，对，所以那时候会觉得6K 是一个不切实际、毫无需要的一个需求。但我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啊，就是时至今日，如果他第2集真的顺利拍出的话，各位家里电视应该都已经是4K 电视，甚至是8K 电视了。对，那6K 跟4K 这个规格应该也会持续好一阵子，所以我们现在才应该说回头看才发现，爸爸当初做这件事情是有必要的。那之所以他买第2颗，是因为他为了拍第2集。那其实父亲他本身是公务员，那时候要退休嘛，那时候退休的时候差2年就可以领退休金。那我就觉得很不谅解，说为什么你不把你退休金可以给我啊？如果你不要的话，对，但是他就是坚持，他说他身体不行了，那会常常在身体会有一些不舒服这样。那我就答应，我就想说好相信他。但他说买第2颗陀螺仪要拍的时候，我就觉得莫名其妙，你不是身体快不行了，怎么还去做？他就说原来当初他去辞职的时候，是因为他很怕他自己拿了那个退休金就退休了，就是那个退休金退休是绰绰有余，但是你说要去拍电影，那是绝对不够。对，所以我们那时候之所以做这种傻事吧，也是他自己的坚持这样。所以各位也可以理解，就是一个好爸爸千万不要，虽然又都是记者，但是好爸爸千万不要从事摄影，打摄影当做兴趣。好，谢谢，好，谢谢。我们下面还有这个反诈骗，他要有不是这样，你自己要请。那个
今天那个我们警察局局长，哦，是因为刚好我们底下有一个活动，你好，看你能不能声援一下。哦，没问题，没问题。等一下刚好一个反诈骗的宣导活动啊，我想说要借助您的社会力量哈，来跟我们一起来共同来了，呼吁。钟声一起来帮我们，没问题，一起反诈一下。谢谢。好，那恭喜啊，局长，你们等一下点头啊。谢谢县长。帮全身收一下，恭喜。好，给他们的。对。好。有过来拿有。哦，好。来，你帮。OK。哦，谢谢。好。好了，那我们下楼下哈。好，谢谢各位记者，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哦。